那最后也是进入我们的合体环节，吊钩首先把这些吊臂伸进去，从腰部这里直接的往开拽，拽开以后，注意这边油箱的位置往下折一下，根部这里翻转开有一个卡槽，刚刚好把这个油箱卡进去，对准左右的插点，夹起来。上边操作台的部分往侧面推一下，然后里边的这一片翻折下来，从这里有一个插点扣一下。但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就要涉及到组装手臂了。我们先要把这里抠开，这块折起来，另外的一边要拉伸这个腿部，把里边的小脚丫先翻起来，这样腾开更多的空间。这里折叠放下去，露出这个凹槽孔。掏出手臂的两个成员，先把这个凹槽孔对接上，挂住，再进行密合。主要也是为了一个锁定的结实吧，所以你在组装的过程中需要半变形的状态就开始拼，夹紧它，再回归进去。好。一条手臂就这样挂住了，很结实啊，完全不会掉下来。另外的一边顺着驾驶室的滑槽 T 字滑进去，再90度翻折下来锁定。这里放好，上面的这块板 Z 字回贴。上半身3款成员先组合成这样，掏出胸甲的组合零件，先从吊钩的前脸这里左右2个扣子夹合，插住。脖子处有一个插孔和燕尾卡槽。把这2个扣子结合，锁紧，脑袋往起拔一下。拖斗部分需要把前后这里拆开，这些卡槽都掰松，手臂稍微打开一点点，让中间的这根轴让过来。脚丫子这里需要避让，先把它折平，把这一块叠进去，把这个边完全的收纳好，接着把这个方框填下来。轮子的部位拆开，折叠，再缩回去。缩好之后，再把2条腿结合起来。T 字滑槽从这里摇满，滑进去，背后这里出现一个连接孔，把这一根整个的折过来插住。顶盖这里折下来，这里出现的2个棍子。插到手臂中间的凹洞里进行固定，驾驶舱顶盖起来，扭到前方，侧面这个黑色的往外折叠，露出来这2个卡孔位置，上下进行连接，注意这2个插桩对应的逗点。接下来的咬钩位置，胸甲和拖斗车前脸的一个插孔，肋下的装饰零件。和拖斗驾驶舱的插孔，翻出的黑色零件和下方倒钩的插孔，往上提。胸甲位置和吊钩手臂的插孔，吊钩的裙甲翻起来和拖斗的这块面板结合处的插孔。最后拖斗双腿和后边的2个顶盖插孔。到现在为止，上下半身所有的卡扣全部插在一起，这个大力神才会很结实嘛。双腿组合，掰开铲土机的2条腿，中间的夹扣插满，搅拌大师掰开这一块，滑槽放进去，再锁住。好的，金属配色的魔方大力神组合过程就搞定了。总的来说，魔方的大力神在设计的过程中啊，其实它最后考虑到的合体形态是相当带感的，环环相扣的锁定位置，让上下半身的结合非常靠谱。在吊钩变形组合形态的过程中，就需要把2条手臂的连接关节插在里边，这样保证的也是最终它合体形态肩膀的一个稳定程度。同时，稳定的组合性能也保证了它组合形态以后的一个高可动。大裤衩大肚兜的合体作弊模式是现在很多玩家不爽的一个点，但换来的是人形整体的一个美型度和稳定度的提升。
这套金属配色的版本和动画原色最大的区别就是裤衩以及大腿的漫画造型替换零件，从原先的银漆变成了这种金属色的烤漆。同样更换的还有面雕的漆面。但其实最大的改变是整体的配色统一了下来，两条腿的成员不再有色差了。这也是在美洲坎里边我们说到的一个事情啊。魔方这套大力神在当时动画色最早做的过程中，它的跨度周期很长。先前把两条腿做出来以后，导致了后边同时期出的4款成员是一个统一的颜色，就和前边最早出的这2款塑料上边有了明显的色差。这也是让买动画色的玩家很纠结的一个点。现在再版的这一套金属配色，整体来看的颜色就非常统一了，他们统一的用料、统一的注塑出来的，所以绿色的部分就完全不会出现色差的问题。那么总结一下吧，这3套完全玩下来，再加上合体以后的一个手感方面的体现，做工用料保持着魔方家惯用的这种尼龙材质啊，韧性很强。但是因为尼龙材质并不好上漆，所以它想要做这种金属漆的处理，必须得烤上去，烤上去就显得偏厚了。也是导致了最终有一些地方的卡扣啊过于的紧。尤为明显的是吊钩双腿之间密合时候的这些卡子，因为喷了漆，厚度增加了，可能第一次把玩起来并不太顺畅。有动手能力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卡扣用砂纸打磨一下，或者说变几次把漆磨掉了，它就不会很生涩了。好在的是，就算这些卡扣特别的紧，你强行的别进去，因为尼龙的料子韧性特别的好，也不会容易出现白痕、裂纹什么的现象。但最终完成合体的效果是非常帅的，而且魔方大力神的玩点也比较丰富啊，在单体人形上有很高的完成度，尤其脱斗变形丸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质量转换，再加上合体的过程中身上不会出现什么松松垮垮掉件的现象，锁的都非常结实，和漫画的补件融入，你还可以切换不同的形态，手臂还有大钻头的替换零件。所以魔方再版这套金属色大力神就是这样了，完结撒花。